首先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下啊，今天的这个调色，就是除了底色、太白和三绿以外呀，我们在一个就是调我们就是彩色的这个盘子里边啊，我在挤了，你看1、2、3，三块藤黄和一块赭石，三块藤黄和一块赭石，对不对？三块藤黄和一块赭石。然后呢，挤一下我们这个三绿啊，挤一下我们这个三绿。三绿你看挤到这个第一块黄色上面，比例呢差不多啊，差不多1:1也可以。这是我们的花青，一点点啊，不要太多啦。然后拿出一小棍儿啊，拿出一个小牙签儿、小棍子去搅拌搅拌。对吧？你拿出一个小棍儿，你这样去搅拌搅拌。你看，首先把这一块颜色给它调过来，调的有点微微发绿的感觉，微微发绿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调一点啊，你看，再调这个藤黄加花青，搅拌搅拌，把它搅拌成绿色。对吧？这是两个绿色啊，两个绿色。OK， 我们在盘子里边啊，把这三种颜色调好。藤黄，这个是我们叫芝绿色、果浆绿啊，这是草绿色，这个是赭石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画牡丹需要用到的1、2、3、4种颜色啊，四种颜色。颜色我们准备好了，现在可以听一下我们的构图。构图很重要，我这张呢是一个圆卡的构图，圆形的啊。我建议你们尽量把一个宣纸裁成圆形，60乘69厘米的，而不是说直接在卡纸上面画。卡纸上面画出来很脏啊，效果并不好。就是最好在圆形的纸上面开始画。然后你看，首先把这一张69乘69的这个圆形的宣纸，中间给它折开4块，折了4下。分成1、2、3、4块，而这两朵花正好放在我们的中间。中间你看一左一右，看见了吗？正好放在啊我们整一个宣纸的中间，一左一右。但是肯定是有一边大一边小，你可以把这边画大点，也可以把这边画一点。只要有一个花头是主花头，晚上好，有一个花头是大的就可以，对吧？你不要两个都很大，或者两个一样大，是不对的。一定要有主次，一个大一个小，一个大一个小啊。然后出枝呢，你看从下往上出一个，左边往左到右出一个，上面接个枝，这样整一张构图就会比较的完整，它会比较完整啊，比较完整。好，构图呢可以截一下图，构图可以截一下图，3秒钟，截完图打个1，然后我们开始进行一个花头的布局。对，截完图你打个1。接下来我们进行主花头布局。首先这是花头1，这是花头2。我讲一下花头1的布局，非常的简单，只要使用侧瓣，你看它是一个花头朝斜下方的花头，咱们只需要把中间的主花瓣，确定好，左右两侧的辅助花瓣确定好。确定好了以后啊，下面这个地方都是你看这种小侧瓣，往下面叠加就好，叠加一点，留几个缺口，然后上面呢，直接给它包裹起来，呈塔式的花头往上包裹，然后全部卷起来，花头朝下。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主花头的一个画法，主花头的一个方向。
好，那么开始来找位置，我们一起来找位置。咱们俩一起来找位置啊。首先，我们把这个纸，对，是的，对折一下，然后再对折一下，找出中间的这个点在这个地方，中间这个点啊，在这个地方找出一个中间点，然后你看，我们在这个左下方画出一个花头，位置在这儿，位置在这里啊，用手给它圈一下，用手圈一下，圈完以后呢，你基本上你就知道，哎，这个花头大概多大，大概多大你就知道了啊，大概这么大，20厘米差不多啊，大概20厘米差不多。用手先圈一下，好，你圈完之后，确定这个花头大小了以后，我们开始下笔。就是你还没有确定好花头的时候，你不要直接下笔，那样会容易出错。首先我们拿出我们准备好的颜料，太白和3氯搅拌搅拌，太白和3氯搅拌搅拌，看到了吗？把它整一个搅匀了。对，我们今天一共是画2张作品，所以呢，我会把它作品画的简单一点。第一张，所以第一张我的动作也会放慢第一张作品我的动作也会放的慢慢的。你看，调成牛奶状一定要调好了，你不要调完之后感觉跟没调过一样，还是一块一块脏兮兮的。尤其是我们这个调色非常的重要，对，尤其是我们这个调色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看我这样充分的给它调开，整一块给它，你看打散一点，对吧？打散一点，一定要打好，就是你不要一会儿上面还沾着这种脏东西你就往下画。好，你调完色之后，首先咱们检查一下，好了，挺干净的对，调一下挺干净的。然后我们来找出什么？拿出我们的彩色的第一个是藤黄，你看藤黄怎么蘸？我基本上蘸满了整支笔的藤黄。对，我蘸满了整支笔的藤黄。对啊，大家至少得上1万吧？现在才6000，我都播了好一会儿了。对，大家点点赞好不好？谢谢。加点藤黄，就是刚直播的时候大家帮我赞冲一下，加点藤黄，因为我都看不到那个小手指往上跳，我都看不见了。蘸一点藤黄。对，大家加把劲我能不能看到那个数字蹦蹦猛，那个赞的数字猛往上跳？蘸点我们的藤黄，多蘸点，而且藤黄加满整支笔，需要加满整支笔加满整支笔。然后你看调这个浅绿色，调点浅绿色，浅绿是藤黄加上我们的3氯调出来的对，藤黄加3氯去调，谢谢大家。大概少加一点，但是你看你底这个颜料的饱和程度一定要高浅绿色，然后加点深绿色，加到笔尖儿，大概整个毛笔的1/2就够了。OK， 看一下这个色虽然不明显，但是它很干净，这一溜的过渡色没有脱节，没有特别明显断层或者脱节，这样就不好看了。然后你看这是赭石，笔尖蘸一点点赭石，作为一个重色，看到了吗？笔尖蘸一点赭石作为重色就可以了就可以了。这是我们一个今天的花头配色然后呢，我们来找到我们这个位置，刚才说过的在这个中间这里找出第一个位置。
大家请看，今天晚上的滑头啊，基础款这个比较简单，大家请看啊，动作非常的慢。首先找到中间这个地方，在这儿，咱们就从中间这个地方开始啊，从下啊，从中间这个地方开始画。大家请看好了，确定花头大小以后。确定花头大小以后啊，你们看我们在这一边啊，笔尖呀轻轻的往下侧去点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，看用笔啊，找到中间这个地方，哎，笔尖你看轻轻的点住，你看笔侧过来，你看笔动一下，轻轻的你看。边提边测，如果你的笔过不来了，这一下子过不来，你可以像我这样拿起来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的笔一下拿就是过不来，你可以像我这样笔提起来的吗？你看，对吧？笔按一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笔动不了了，你就可以像我这样，理解吗？它绿有很多种，它是一个浅绿色，今天的这个花头啊是一个浅绿色的。就你笔动不了的情况下啊，就是你可以像我这样滚动一下，这是基础款，所以它的色呀肯定也会比平时我们画的那种呢略微有一点点显重，略微有一点点显重啊，但是很正常。你看，注意旁边这里，你看点住，哎，你看小小的。对吧？小小的加一个小瓣儿啊，在这个上面小小的不大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确定什么呀？确定一个花头的朝向很重要，对吧？确定一个花头的朝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我们还好，你看这一个花瓣是往下走的。还好，再蘸一点我们的赭石，我们继续调。就是这个花瓣，你看让它往下面盖一点点啊，我盖一点点。然后你看咱们往中间这个地方呀，你看往中间这个地方我们再加到这儿去，在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，首先跟它先分开一下，笔尖对着什么单花瓣，然后你看这个地方，笔像我这样躺过来。哎，如果过不来的情况下，看笔可以动一下，对吧？如果你的笔触呀过不来的话啦，哎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子，哎，给它滚一下啊，滚一下，一点点我们的赭石，一点点啊。你看，用笔尖上面扫一扫，加一点赭石，重重的赭石，在笔尖上扫一扫。对吧？它就会出现一种立体感，理解了吗？在你的用小笔尖上面稍微扫一扫，这样两笔，你看两个笔触叠加出一个什么？中间空心的花瓣，中间带空心的花瓣。好，继续的，再蘸一点，我画的比较慢，所以说我讲基础款的时候，大家讲这种基础，大家认真听啊，然后尽可能的你去听去吸收，对，不要我这边画，你也那边画。完了，我画完了，然后我画好了，你不会了，这样就不好了啊。好，你看再蘸一点这个绿色啊，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去看得仔细一点，你不要低个头自己那儿画来画去的。完了，我画完了，你也不会了。蘸一下绿色，蘸一下赭石，蘸点赭石，大家可以下面讨论一下都没问题啊，有问题就问。然后你看，基本上呢，你看。两个辅助花瓣画完之后，画什么？画中间的主花瓣。中间主花瓣该怎么画？找到缺口，你看这些有很多小缺口，看笔尖点住，看笔往上，哎，按一下，只要你有毛笔，你就可以按得动。重点就是你如果有毛笔，你就能按得动，对不对？这个笔往下一躺，它就是这种侧瓣的角度嘛，你看。对不对？往上一点，
按一下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你如果有毛笔了，家人们你们就能按得动，对不对？这个花头，你看旁边点住往下扫一下，对不对？轻轻往下扫一下，把这个小花瓣你看慢慢的加出来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基本上画3个花瓣啊，对吧？到现在我们画了3个花瓣了，可以继续加。我觉得这个花瓣如果不够大，我可以再加一瓣。而且用色用料都是非常非常的省的，很省颜料。对不对？是不是颜料挺省的？它主要是用颜料比较少啊，不会是用很多颜料去画。你看这个花瓣往上面叠加，继续的调点啊。你看我在这个盘子里倒一点点水，你看怎么吸水？吸这么一点水就好了，对吧？我基本不会用那一大盘的水去吸，我吸一点点水，蘸一下绿色的。多蘸点赭石。这个时候可以区分什么呀？哎，是的，这个时候可以区分什么？区分这个花瓣的一个朝向，因为我想让这个花瓣，你看朝哪边啊？朝这个下边，所以你看我在这儿点住，哎，笔轻轻的滚动一下，你看，哎，你看慢慢的，你看边滚，你看边按边拉，你看，哎，对不对？一个小侧瓣啊，你看往旁边打开。一个小侧瓣往旁边打开啊，是不是？好，继续。我这个花瓣的花头画的很少，再蘸点绿色，蘸一点，你看蘸一下2种绿色，蘸一点赭石。这个时候你看。基本上花瓣的朝向都出来了啊！你看我们在这个旁边这个地方啊，可以再加一个花瓣。你看我加呢，我加这儿笔尖点住，你看过来，停一下。你看笔尖放这按一下，你发现了吗？我这一块花瓣是不是变大了？对不对？可能都在吃饭啊，都可能还在吃饭。你看这个地方的花瓣是不是变大了？蘸一点赭石，这个点儿可能还在吃饭哈，蘸一点赭石，然后你看我在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，笔尖再往上按一下。我今天特别给大家讲的基础款，你看点一下，哎，你看笔尖往上面带上来，用一个小笔尖啊往上去带，中间注意一下，你看回一下笔。中间注意回一下小笔触，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你们基本上能够看到花瓣的朝向，花头的朝向基本出来了。就是我们一定要确定你这个花头的朝向，它是朝上边还是朝下边啊？谢谢，它是朝上还是朝下？今天晚上讲这个基础款的啊，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啊，仔细听。你看顺着这个小半圆，你看你继续加，你看这一边的花瓣基本都是一个朝向，你看缺口处点住。过来停一下，对吧？往上按，你看这一边再点住，对吧？理解了吗？就是一定要把每一个花瓣的朝向给它表达出来。蘸一下我们的绿色，蘸一下我们的赭石，一定要把我们的花瓣朝向给它充分的表达好。你看，对吧？大一点，我们这个胭脂啊，轻轻的去晕染它，对吧？轻轻的去晕染它，你看是不是这样一个花瓣就又出现了？笔尖带动一下啊，你看是不是又出来了？然后请看，我们再蘸一点绿色，蘸一点赭石。我们现在画什么呀？画里边那个小蝶瓣，你看笔尖点住，按一下。看见了吗？笔尖的小瓣儿就是用胭脂啊，用赭石啊，轻轻你看向往上去点一点，
对吧？用胭脂轻轻的点一层，是不是一个朝下面的一个翻瓣就出现了？可以截图，现在可以截图。接下来画个圆儿啊，画一个圆儿。好了吗？截完图打个1啊，截完图打一个1，对，截完图请打1。好，很好。这时候我们又蘸点什么？蘸点铜黄，蘸点我们这个绿色啊，蘸点深一点的绿，蘸一点赭石。然后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看到，你看这些花瓣都是在左右两侧的啊。你看，咱们把这个毛笔啊，你看笔尖顶着哪里？顶着上面这个地方，你看，点一下啊，笔尖给它点一下。对，笔尖给它点一下啊，你看，看我往上拉一笔，看见了吗？花瓣往上叠加啊，往上叠加，注意好花瓣的一个次序，一边朝上，一边朝下，看见了吗？一边往上，一边往下，这样能理解吧？一个往上，一个往下，再来一遍，不着急。你看我在这一边，你看笔尖点住，哎，推大一点，往上，推大一点往上，然后你看这个时候蘸点赭石。往下，你看，看到了吗？它是什么相反的一个流程，先往上，先往上，再往下的一个过程啊。继续，白色系，先往上，再往下。你看这一边也是一样，笔尖点住，你看按一下。先往上啊，笔尖往上，再蘸一点赭石。你看，先往上，然后你看再往下，笔尖点住往下，看到了吗？它俩是相反的啊，这样能理解吧？先往上一笔，再往下一笔啊，两笔叠加出来的。对，能够听懂可以给点回应吗，姐妹们？一笔上，一笔下啊，一笔往上，一笔往下。然后你看，在中间这些地方，你看笔尖，哎，都是什么呀？往上，对吧？在中间这个地方，你看，我们就用笔尖给它，哎，遮挡遮挡就好了，对吧？你能不能看出来这个花瓣是往下面折起来的？有时候你不用去了解这个是啥意思，我告诉你了，你也不一定明白，但是你就按照我说的去画，它就能出效果，理解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也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的，我只要把笔法告诉你，大家回去练就可以啊。因为很多东西，像大家现在我跟你们说意思，这是一个翻瓣，你可能还看不出来。好，然后你看我们下面这个地方啊，这些小卷瓣给它打开，带出一些这种缺口出来啊，带一下这个绿色，蘸一下赭石。对，大家请看，基本上我们这样的一个花头基本就完成了，啊。然后你看，笔尖点住，往上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边点边往上按，你看，哎，这个时候你看我在干嘛？发现了吗？我这一下子出来了很多尖尖角，发现没有？出来这种尖尖，一定要把这个尖尖给它表达出来。好，右边也是一样，你看，哎，对吧？带动一些这样的小小的尖尖角，把这个花头给它衬托起来。这里也有尖尖角，我们把尖尖角先给它放着，先不动它，好吧？
尖尖角先给它放在这儿，我们不动了，好不好？可以截图，把这个尖角给它留出来。对，截图打个1。对，今天晚上这个花头啊，就是比较简单的。好，然后你看我们下面的蝶瓣该怎么画？看好了，笔尖儿你看点住，按一下，你看慢慢的笔尖朝下，看见了吗？慢慢的，哎，把笔尖朝下啊，一个一个去画。你看这边笔尖朝下。一个一个小小的笔尖朝下面去画。大家看这边，你看我在这个旁边这个地方笔尖点住，哎，你看小小的，看到了吗？小小的小花瓣啊，给它压上去。其实你只要折就行，往上折就可以，对吧？往上折就可以。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笔尖点一下。哎，看见了吗？把这个小缺口啊，是的，这款纸嘛，这款纸我没有放，但是它就是嘉轩，这款就有嘉轩啊。你看笔尖点一下，你看点住，OK，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？基本上我下面这一块花瓣就会挨得比较紧凑。然后你看我还打了很多这种小小的这个缺口出来。好，偷个懒，笔呢蘸一点我们这个啊，对，蘸一下这个白色的，蘸一下藤黄，对，大家自己剪就可以。你看我多放点黄色，放一点绿色，因为主要今天晚上这个不难，蘸一点这个深色的，你看我颜色加深一点。笔尖放一点我们的赭石，大家只要按照步骤去看就行。然后你看我接下来的花瓣怎么画？我从这个缺口处，你看笔尖点住，哎，笔整个躺下，你看轻轻推动毛笔，这样一下。然后呢，左边这个地方，你看笔尖是朝下，一个小一个大的花瓣就出来了啊。整一个花瓣要有大有小，你看这边缺口处也是一样。对吧？这样画出来的花瓣就会有大有小，现成的。回头我告诉你好了啊，有的话我到时候通知你，好吧？你看是不是这个花瓣一个比较大的花瓣就被我们叠加出来了？它是正好压在这个花头的底部，正好压在我们这个花头的底部。好，继续的再蘸一点我们这个绿色啊，多放一点绿，开始把颜色调得浓一点。比较重的绿色，你看我多调一点，放一点赭石啊。今天讲的很慢啊，比较重的这个颜色放在下面。然后你看好了，接下来所有的花瓣怎么画？你看笔尖在这个缺口处点住，边点，你看边往下按，笔划过来，停一下啊。然后你看从这个地方笔尖点住，往下挪一下。笔提起来，你看边画边提，看见了吗？这个地方的花瓣用笔是边画边提，就这个笔轻轻的提起来，有提按的过程。刚刚能看到我的笔在提按吧？轻轻的提和按。好，再加一个小瓣就好了啊！注意一下。笔尖它是有提按的一个动作在上面的，轻轻的点，轻轻的提，一提一按，一提一按，它就出来了。好，再蘸一点我们的藤黄，我们的绿色，多放一点这个绿，稍微多一点。注意一下，我们用笔的这个提按呀很重要，轻轻的提，轻轻的按。好，放一点深绿色。晚上好，放一点赭石，一点点赭石。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小缺口啊，你看点住，哎，往下刮了一下，
对吧？往下动一下。今天讲2个作品啊，往下面动一下。好，旁边这个地方你看好了啊，咱们只要注意花瓣的用笔，你看这边点住，哎，往哪里刮，看见了吗？往这个你看，对吧？你就朝下面刮就好了，朝下面去刮啊！你看笔尖这一点住，然后你看很重要的，它不光需要朝下刮，还得什么呀？要有融合性。你看推过来，哎，笔再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你一定要让它们俩融合在一起，就是衔接成一个花瓣。你看这个地方，笔尖往里边带一下，带一个小花瓣出来啊！一定要有它要有衔接性，整一个花瓣要有这种衔接的质感，让它出得来，这样花瓣就比较干净一点。好，笔沾点藤黄，沾一点深绿色，其实都能看到我那个下面这一块颜色都比较绿，沾一点我们的赭石，下面这块都比较绿，你看，点住，哎，你看推过来一下，对吧？一个一个小瓣儿，哎，往下面去叠加，对吧？都是小号的，它都是小号的啊，姐妹，对，都是小号的，它没有大，就那么一点点大，那它哪里大呀？这个大小的花不大，因为我要画2个花头，所以我这花头还是偏小的。这个花头还是小的，因为我要画2个头。好，再蘸一点我们的赭石啊。你看今天的这个花瓣的一个翻转，就你看都是往下，你看笔尖点住，哎，你看注意笔啊，你看要有停顿，对吧？整一个笔要有停顿的，要有停顿。而且它的，你看，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比较简单和基础的技法嘛，所以说它的花瓣的一个用色上，你看也是比较的简单。你看推，笔拿起来，看按一下，这样会不会？你把笔拿起来再按一下嘛？你看，哎，对吧？笔拿起来再按一下，把这个花瓣，你看左右两侧的。我们把下面的花瓣先给打开，先打开。这个时候笔里没颜料了，蘸一笔白色。这个时候咱们笔里头没有颜料了啊，我蘸一个白色，蘸一个白色，你看，再蘸一下这个浅绿色，蘸一下这个，放点赭石，颜色比较浅啊，比较浅。你看。接下来我们把你看左右两边的花瓣，你看给它哎，都可以把花瓣打开，花瓣打开了。每一个花瓣是如何撑开的呢？蘸一点赭石啊，你看这里不是有个小空缺吗？笔尖点住，朝上躺下来，然后你看这一边刚才有个翻瓣嘛。咱们朝中间缺口处点住，好，你看，用一个笔尖给它带动一下，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那你直接一笔画完也行。讲课肯定要慢一点，讲细一点讲。你看这个地方，笔尖你看点在这儿，好，往上，哎，拉开。衔接成一个花瓣，衔接成一个花瓣，再蘸一点赭石，一点点赭石，你看，朝里边给它圈一下，好，是不是又有一个花瓣出来了？这个花瓣的一个卷瓣的方向。那么这个花瓣的一个朝向，它你看，对吧？是这样走的啊，是这样走的。往下面给它绕进来啊，绕进来。好，
补点藤黄，补点绿色啊，再补一点点的赭石。大家请看好了，就是我们左右两侧这些地方的花瓣，你看都是一样的，你看叠上去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一般加重花瓣，我就是笔尖对着里边按一下，笔尖对里边按一下，我不会去绕。那如果说我需要画一个单层的一个单瓣，我一定会去加一下，一定会加一下。好，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直接躺一下，加一个小瓣，加一个小花瓣，然后其他所有的花就是花瓣往上收，你看笔尖点在上面，好一下，慢慢的往上侧，慢慢的往上侧上去，一半一半的啊，往上侧。继续的蘸点藤黄，加点绿色，好像赞都直接不动了，是不是？加一点我们的赭石，是因为我没有播那么回事吗？然后看这里啊，看这边，你看笔尖点住，哎，这刚开始播的话，大家还是帮我点一下，好吧？谢谢。对吧？你看花瓣朝一侧走，对我这刚开播呀，大家帮我点一下吧。我们管理员火凤都在围观的，你都不用点是吧？你还笑，我真是晕倒了。OK 啊，点一个小花瓣，你看就这样顺着这个花瓣啊，一层层去加。OK 啊，小花瓣给它全部绕上来，全部绕上来，继续加，蘸一下我们的白色，蘸一下绿色，再蘸一点赭石。你看咱们这个缺口处全部给它，你看，哎，全部给它往上提啊，点住之后，你看，整一个笔都是往上提。对吧？整一支你看这个笔都是往上提的一个过程。绿色，接下来的花瓣其实大家根据你的花头的实际情况呀，把它填补上去啊，填补上去。你看这个地方也是，你看笔尖点一下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是朝下翻，朝下面翻一笔，然后呢，你看笔尖点住，点住，点住。就笔尖在朝里边点住的一个过程。好，你看这个地方蘸一点赭石，中间我点一下，中间点一下，你看这边点住，你看，哎，往下压啊，往下压，蘸一下白色。因为我要保留点力气，我一会儿还要再讲一节课呀，因为我要讲2个作品啊。蘸一下我们的黄色，蘸点绿色，因为我需要保留点力气，我一会儿还要再讲一节课。蘸一点我们的赭石，你看接下来的花头啊就往上升，这边你看笔尖点住一下。对吧？整一个花瓣都是往上推的，整一个花瓣都往上叠加，往上去叠加。你看到这边，这一下子我就给它讲完了，我一会儿讲不动了。你看，哎，笔尖朝下面带动一笔啊，朝下面带动，没有。今天下雨这边我们这儿，好了，你看基本上这个花头的一个朝向它就出来了，然后呢在中间这些地方修饰一下，蘸一下白色，蘸一下绿色，蘸一下花青。对，今天基本没干啥。然后你看啊，所有缺口的地方都能加，今天啥也没干，基本。
OK， 你看小花瓣往上面去叠加，给它加出点缺口。对吧？每一个小花瓣的地方需要，就整体的花头还是需要后期的调整，有些小瓣瓣的地方也调整一下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花心部位啊，一会儿外面的这个大瓣，一会儿还需要画其他的颜色，把它加一下。你看，笔蘸一下我们的白色之后调藤黄，多放点藤黄。放点我们的绿色，比较的绿，你看多加点绿色，对它很习惯那个地方。放点赭石，一点点赭石，然后你看好了啊，我故意呢在这边我留了个空缺出来，因为在这我打算加个大瓣，这种特别大的大花瓣啊，你看，加这个大缺口处，你看叠这儿。笔尖点一下，哎，你看，哎，看到了吗？就这样笔上轻轻给它往里头扫，对吧？就用这个小笔触，一笔一笔的向里头去扫就行。好，你看一个大瓣啊，从上往下再叠一层。对，从上往下再叠一层啊！我跟你说，然后你看往这儿再加一个小缺口 ，OK。然后旁边这个地方道理也是一样的啊，把下面这个裙摆啊给它撑开，逗它一下。对，下面这个小裙摆子给它撑开啊，撑开就行。加点深色的绿，深绿色。加点我们的赭石，加点赭石啊！你看，朝这边笔尖点住，啊，点住，有没有逗它？对吧？你看这边啊，加一些，才不会呢！我们家猫它经常舔这个，它也不干嘛，经常这样子它。OK 啊，这个花瓣它就出来了啊，就出来了。往下折，你看笔尖侧过来，它水都在我不注意的时候，它都偷喝呢。OK， 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基本就完成了。我们在这个下面点一下这个花心儿，蘸一下绿色、深绿色，蘸一点赭石。对，深绿色蘸点赭石。多放点绿啊，加点赭石。大家请看，现在这个花瓣怎么画啊？非常的简单，不要去里边涂，不要涂。你看，你笔尖顺着它点住往上压，看到了吗？笔尖顺着它往上压，你看一笔上来，你看一笔什么呀？下去，看到没有？一笔上，一笔下。好，一笔回，这样能理解吗？一笔上，一笔下，一笔回，你这样花瓣会比较干净一点。你看，上。对不对？你这样出来的这个花瓣层次会比较干净，你不要就是用笔尖去那里涂抹啊，涂抹的话，它容易被你涂的一块颜色特别深的，理解了吗？就咱们能用笔触表达，你就去表达笔触，尽量不要你去涂抹的，不太高级啊。你看笔尖点住，对不对？用一个一个的小笔触去把它压出来。虽然说里边一会儿画花心儿，也确实啥也看不见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那样子去给它叠加出来的质感会更好一点，姐妹们听懂了吗？对吧？你那样子去添一笔一笔添出来的花瓣，它会更加的精致一点。
一个一个的小瓣也会比较的漂亮。你看笔尖点住，拉一下，回一下，它每一个笔触都会很清晰，不会凌乱，看上去就会比较的干净清爽。OK， 对，你看这样一个，虽然我们里边是花心啊，它也无伤大雅，反正你画的怎么样，它都会被遮挡起来。OK， 对吧？这样一个花头就出来了，花头就出来，可以截个图啊，截个图。好看这边啊，我在这儿呢再画一个花头，这里我用一个叶子去遮挡了啊，去遮挡了。然后呢，我的毛笔清洗一下，毛笔清洗一下。你看好了啊，清洗过了以后，你看笔蘸白色颜料，笔蘸白颜料啊，泡满然后刮干。刮干，然后我们再画一朵，你看，笔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这塔是怎么会皇冠呢？又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没有，它在那一边，它基本没怎么睡，在那一边它基本没怎么睡，回家他睡得安心一点，我感觉他那边他老是躲在窗帘那儿，躲在那个窗帘下面，他就躲起来。好，你看蘸一点我们的藤黄，多放一点藤黄，比较黄哦。好，笔尖蘸一点点的绿色，一点点绿色。你把它倒过来你就不认识了。你先搞清楚它是个什么东西，就先搞清楚它是个啥，然后你再去，因为就算是一个塔式，它的变化也很多，对它可能没安全感。沾点绿色，一点点的藤黄，去再画一个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呀，哎，回来了。你看我上面这个花头是要怎么画？看好了啊，要一层一层的画。首先你看我这个地方啊，用我这个地方一个叶子啊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你看点住啊，点住，按一下，哎，看轻轻的，对，你看往上加一瓣，左边加一个小瓣，右边你看我加这儿，点住点住，你看哎，对吧？点住，再往上哎压一个瓣。我为什么单瓣我不加？因为我这有片叶子，你看到了吗？哎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地方啊，我加一片叶子，所以我就给它位置留出来了。位置我一定是给它留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下面这个空缺处，你看我怎么加的啊？你看我先在这个地方，你看笔尖稍微哎侧一点点，看见了吧？稍微侧一点点，然后在中间比较空的地方，我蘸一点深色的赭石。空的地方，对，蘸一点深色的赭石啊，你看，哎，给它点一下，点出一个小小的空缺，对，蘸一个小小的空缺，对吧？蘸一个小小的空缺，然后我继续再蘸一点赭石。这个时候请看好了啊，谢谢。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住，哎，往上按，对吧？花瓣往上按，往上去叠加，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点的绿色，蘸一点点的绿色，好，蘸一点赭石。你看每一个小瓣都是往这添，对吧？花瓣往上走啊，一个花瓣，你看往上侧一下。这一款花头是对我们零基础的姐姐们是很友好的，就是画不太好的家人们是特别友好的。笔尖啊往上走，对吧？笔尖往上走，这个花瓣是往上叠加。大家继续再看，这个叠加大家都能听懂吧？
再蘸一点我们的赭石，蘸一点赭石。继续啊，你看，你看往这个花瓣，你看，哎，点住往上按，你看，边按哎边往上拉，边按边往上拉，看见了没有？边按边往上拉，你看到这边，对吧？每一个小瓣都往上折叠，注意了，边折叠边往里边压瓣，边折叠边往里边叠瓣。你看，把这个小瓣给它叠出来，把这个小瓣再叠出来。你看，多放点赭石啊！你看，搁这儿点住，对吧？边点边往上叠，一瓣一瓣的往上去叠加。蘸一点藤黄，再放一点绿色，再放。你看，这个时候我开始把绿的加进去了，在我的整个笔触里边，我开始调了一点点的绿色，放点赭石，放一点点赭石。然后你看，我把所有的花瓣，你看，哎，都点一下。看到了吧？我把笔尖放在这里啊，捻一下。你想听什么样的台词？终究是我不配，终究是我不配。蘸一点赭石，颜色呀，我拿给你看啊，放这儿。剪秋，本宫的头好痛。然后看这边啊，你看，点住，往上翻，哎。看到了吗？一个一个啊。好的，你看一个一个小花瓣往上面去叠加，多放一点我们的白色颜料。其实我一直没有蘸水，因为我们的白颜料作为打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我们的绿色，蘸一下我们的赭石，持续性的往上面叠吧。你看。我一边画一边叠，直到把它整一个给它包围起来就行了啊！你看，哎，一边画一边叠瓣，它就会呈现出你看一块一块的往上面叠的质感，往上压。你看小缺口处，笔尖点住，轻轻的一按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白色底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就是矫情。那什么就是矫情？蘸一点绿色，蘸一点绿色，蘸一点我们的赭石啊，蘸一点赭石，脆嘴打烂它的果儿。然后看这，我们继续啊，你看所有的花瓣都往上叠加啊，你看搁这儿，笔尖点住按一下，你看。边点边往下按，边点边往下按，你看点住，是不是？你看它这样一个黄色和绿色的啊花瓣，它是衔接在一起的，然后慢慢的把上面那一块兜起来啊，兜起来，开心很欢乐是吧？蘸一下我们的白色颜料啊，蘸一笔白颜料，再蘸一下我们的藤黄。蘸一下绿色，蘸一下赭石，然后你看上面的这一块花瓣，你看啊，点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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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整一个是不是点住了？然后顺着这个花瓣，你看，哎，平拉过来，平推过来，点住往上带一笔，点住往上带一笔，继续的。蘸一点赭石啊，蘸一点赭石，终究是错付了。这个我刚才说过了，你看每一个小笔触都是往上叠加。我是碎玉轩的惠娘娘，看下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每一个花瓣都往上叠。我是碎玉轩的惠娘娘。好，每一个花瓣全部给它叠加起来啊，朝里边包裹一下。再蘸一下我们的绿色，多放点绿色，再放一点赭石，对吧？然后你看这个笔啊，你看像这个地方啊，你看
点住，哎，往里边按，哎，笔抬起来，边画边提啊，对，保底是吧？谢谢，看见了吗？边画边提，有一个提按的过程的啊。你看，笔尖像这个地方，你顺一笔，顺一笔，再蘸一点赭石。你看，接下来看啊，我们接下去一个什么花瓣？你看叠加，好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笔轻轻的，一边点一边按，把花瓣挂上来。你看这一边也是一样，笔尖点住，对吧？笔尖点住，一个小花瓣往上压，全部是这种小小的花瓣。你看，再看一遍，你看怎么画的？你看边拉边滚，看见了吗？能看见吗？边拉边滚啊，边拉边滚，对吧？边拉边滚，能听懂吗？再看一遍，你看，看见了没有？边拉边滚，把这个花瓣就加出来了。就这个笔啊，在画的过程中是滚动的。对，蘸一点赭石。各位小主，谢谢你们的点赞。直播间的各位小主们，继续点赞。你看，再朝这一边啊，你看天。好，往上面叠加一个小瓣，哎，好，你看这个小花瓣啊，继续往上加，对不对？一个小花瓣继续往上叠，是不是发现这一个花瓣就比较的圆？你看见了吗？你看，哎，再加一个大的，往上面叠叠，对吧？加一个大瓣，然后我们继续的啊，你看，只要我们的白色颜料基本上调的比较好的啊。蘸点赭石啊，白色颜料调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啦，你基本上画出来这个花瓣都比较好看，对吧？一层层往上加，注意这个小笔可以滚动滚动啊！你看，在这儿点住，你看笔滚了没有？看见了吗？这个笔轻轻的滚动滚动就行，对吧？轻轻滚动滚动，然后你看，把下面这些其他的花瓣全部添加起来。各位姐姐们，给我点点赞呀！好，继续的啊，把下面的花瓣给它拖出来，放点黄色，谢谢。藤黄，放点绿色。你看我的颜料到现在还没有用完，我基本不蘸水，对，基本就不怎么蘸水。大家我蘸水大家都能看得见啊。好，你看下面添一点点小瓣，我基本没有蘸水，就只要你这个颜色调对了，跟牛奶状的话，它基本这个色不会跑得太偏，理解了吗？对。大家点10000的话，晋升为答应。救命啊！你看这个小瓣继续的啊，你看点住，哎，看见了吗？笔尖点一下，你看朝这块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往上面你看，是不是小瓣就出来了？它们俩衔接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这个大瓣就会衔接在一起啊，对吧？小花瓣就衔接在一起，上面这个地方加一个大瓣，上面的地方你看，笔蘸一下藤黄、绿色、深绿色。蘸一点赭石，所以这一款基础款的啊，家人们、姐姐们，你们明天就可以画这一款，对吧？小小的小花瓣啊，四居米奇妙妙屋。OK， 是不是花瓣就出来了？我这个地方是叶子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我这是我画的啥？我这个地方是叶子啊，这个地方我画的是叶儿。
就所以我那一块给它留空留出来了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啊，你看稍微深一点的绿色，白绿相间的一个颜色，蘸一下我们的赭石，蘸一点赭石，然后你看啊，我继续加，笔尖点住点住往上按，你看我的笔尖，注意好我的用笔，你看，哎，看到了吗？一个笔触一个笔触的往上加啊，一个笔触一个笔触的往上去叠加，姐妹们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注意，你看你这个地方的每一个笔触啊，就是你看，一定是每一个小笔触往上走会比较好一点，会比较结实。你如果涂出来的东西，它就是涂出来它没有什么质感，其实就是你每一个笔触，你看都像我这样去添的话，其实会好一点，就可以了啊。这个花头，这是一个小花头啊，一个基础款的啊，这是2个基础款的花头，对，按拉法。多少元吗？我能说红一堂给了我很多原型的东西，给了我很多，至少得100张原型吧，他给我的。不是，我是要出圆形的这个卡，那个小签儿也出了，所以说才简单的。你这节课上传之后呀，你跟着课，这个东西你能够出得来的，对，你跟着课这一节课你就一定能出得来，因为我这个画法很简单，不管是花心儿。从花心到花瓣，我全部是省略了很多那种难的东西啊，都是简单的。好，藤黄，不用，这是刚开始。蘸一点我们的藤黄和太白，稍微重一点。你看这个时候花儿要怎么点啊？注意位置，你看，看到了吗？从下点住。很多人点蕊他点不太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方向，就是蕊点不好是因为没有方向。其实你看，首先第一步你得给他的一个大方向给他确定下来，然后在点的时候啊，要笔尖朝下，就是笔尖垂直朝下。你看最上面这个先点，然后把它围成一个三角形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被这一组是不是被围出来了？
然后我们顺着这组去填就行。你看可以穿插一下，记住了吗？对，这样去画就行。这个我跟你们说，没有一定的倍数，大家多画一点少一点也是可以的。因为每个人落笔的轻重都会不一样，哪怕我今天我重画了，我也画不出一朵一模一样的。对，画不出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说不用去那样去标记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就像我那天说的，我说中国人讲究的什么，就是点到为止，点到为止，一一手礼节到了就好了啊。你看，一个一个向里边加，不要乱了啊，不要乱，对吧？一个一个的小花蕊往里边加，不要乱就行。你看这一边，先最高点、最低点，是不是出来了？最高和最低确定好了，然后呢，顺着中间去加，点一下，这样能听懂吗？这样能理解吗？确定好最高和最低，然后你看去叠加一下，然后有些整齐的地方破一破，就不要让它平齐就行。对，很好。然后你看这个地方，最高点、最低点两个，好，确定好为大概的这个角度和轮廓以后啊，我们去加。是不是啊？你把这个大概的角度全部确定好就行。然后你看最后面是什么呀？最上面这个地方我们要修饰一下。好，确定好最高点，确定好最低点两个，是不是确定好了？确定好了以后，你看，就去加，你大胆的去加就行。当然最高点是不能超过去的咯，那最低点你看可以再下去一点。OK， 那基本上点完以后，我们要修饰一下，修饰一下。比如说像这个地方，好，点在这儿，你看，要给它叠加叠加。好，下面这个地方我也需要叠加叠加，滑板压紧一点。好，包括这个地方，你看叠加叠加。OK， 理解了吗？这样一个花蕊就画好了。能够听懂的打个1啊，能够听懂给主播打个1就行。要分组，然后把它一组组的画出来。好，包括上面这个这个苹果花头也是一样的啊。你看也是一样的，注意了，你看你看点一个小点，你看确定好每一个你需要加点的位置一定要找好。我基本上是加了5个点，我先确定好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，确定一下花头的一个最高点、最低点在两边。就是它大小，你肯定这个心里得要有个数，对吧？你看，虽然我用的是黄色颜料，但是不影响我点的花蕊。看到了吗？小小的小豆芽就出来了。继续，而且毛笔必须要垂直啊，最高、最低，对吧？然后你看，从最高上面开始填。从最高处开始填，然后你看下面这个地方道理是一样的啊，对吧？一层一层的，是三角。对啊，你看确定最高点，确定最低点，它可不就是三角形了吗？扇形啊，扇形。但是它就不是很规则的这种，它不是很规则，姐妹，不是非常规则的这种三角形，它就大概啊，是一个大概的，不绝对，不绝对啊。你看这些地方小小的小花蕊往上压。好，画完之后呢，整体要进行修饰一下，整体修饰一下。OK， 对吧？这样呢就是
花头啊就出来了，2个花头，绿色的啊2个花头就出现了，可以截个图。所以啊，我们拿只花青出来啊，挤在盘子里。就你不能画的很绿很绿，用一点胭脂。然后是3青啊，3青是常用色。还有3绿，就是我没有加藤黄了，因为我放了藤黄之后，它就可能就不好看，所以你看我用的颜色就这么多。首先第一步，加出它的一个枝干。小枝干啊，我们一般都要添小枝干的。毛笔比较干的情况下看，笔占3绿，笔占3绿加3青，加点我们的花青，放点花青啊，然后一点点的什么，一点点的胭脂，好，一点点胭脂，然后用纸巾稍微吸一下，吸干一点点啊，吸干一点点。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枝干的一个布局啊，姐妹们现在多少赞了？好，看一下我们枝干的布局。首先啊，第一个布局，这个枝干肯定是你看，肯定是这么下来的。刚才我讲过，你看肯定是从这儿下来。好，7.5啊，大家继续加油哦！管理员在干嘛呢？火凤小哥哥你在搞啥？你还知道提醒一下我。好，继续的啊，你看。我顺的这个小边，你看，笔尖点住，你看，往下按，下来，慢慢的笔转一下，笔按下来，就这样加一个细细的、小小的，细细的、小小的，再沾一点胭脂。这个枝干偏蓝色系啊，对，偏蓝色系。然后你看，我继续的加，你看我朝这一边，笔尖你看到啊，点住往上，点住往上，好，朝这一边，你看，下来，对吧？给它穿过来一下，它们俩并不是什么，并不是那种衔接在一起的，而是什么？它的一个背景，后面背景穿过来的，你看，对吧？它是从后边啊给它穿过来的，穿过来一个小枝子，然后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，我朝这个下边啊，它的枝干是这样下来的。朝这个地方往上再来一支，点住，按一下，你看到了吗？它是这样啊，朝这一边出来一个小枝干，然后呢，从这，翻上去，点住往上翻，对吧？点住往上翻一下，你看，把你这个枝干分的多样化一点，左右交叉的枝干，我们一般都会把枝干就是这个叶子啊的枝干先布局好，然后再进行整体的一个调整。然后你看我在这一边，这个叶子是从这个点住往外，点住往外面啊，点住往外面，就是朝这里边长啊。对吧？就是整一个它是有穿插关系在里边，会比较好看。稍微加一点点的穿插的一个关系在里边，然后旁边这个地方啊也是一样，从这个缺口处你看，点住，往上推，往上推一下，然后有一些地方的这个枝干和叶子是可以，你看分开表达啊，分开两撮啊，分两撮来表达。
那你看这样子画出来了，谢谢。不要哭啊，不要哭啊，姐妹。你看这样他们俩的一个枝干穿插的这个关系就会比较清晰。枝干你看它的一个穿插关系会比较清晰，就一左一左的啊，穿插关系会比较清晰。那都不会，哪不会了，姐妹？对啊，蘸一点我们的胭脂。今天表现好，他最近学得很认真，这个小哥哥，他比我还小。你看朝这一边比我还小，这小屁孩很支持你好好学习啊。你看这个地方点住，你看哎，从外向内啊，从外向内。OK， 好，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啊，基本上这样构图想不出来吗？就其实好，接下来看一下啊，我们画一个叶子。叶子今天不多，不开会啊，不开会。首先来调一下我们的叶子，笔蘸点那个3绿，放点3青。你看我基本以蓝色基调为主，因为我不能把它，给调的特别的黄，这样能理解吗？因为调黄了以后，因为我把它调黄了以后呀，它那个颜色呢，它就会偏，加点胭脂，就是跟叶子会有点接近，所以就会不好看，它的一个色差出不来。然后你看有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加这里，你看笔尖稍微吸一下还可以，稍微吸一下纸巾，你看啊，笔尖点在上面，看到了吗？点住往下滑，你看这个叶子跟花的一个色差是不是很明显？你看一下，稍微干一点，因为你直接画很容易把它画坏掉的，是不是容易坏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我继续的啊，朝这一边点住，哎，往下再来一下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又有一片叶子出来了？你觉得色不够浓，你可以像我这样补一下啊，哎，对吧？那你看这样这个叶子是不是就点在上面啦？刚才我们不是给它留了个位置嘛，就是专门给它留了个小位置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呢就顺着我们这个枝干去加叶子啊，顺着枝干加叶子。首先从上面开始加，你看这个地方，笔尖点住，往上面推拉，注意啦，是一个推拉的过程。叶子里边没有黄色，它就是这种青色的叶子。就像我跟大家说的，我说这叶子就类似于我们这个平时你穿衣服搭配的包包啊，这个颜色你看一半，回一下啊。你看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点住，向里边点一点啊，向里边点一点。这个小叶子一定要给它分下，这分出来，你看。对吧？这样你一加，这个叶子不就是跟这个花它就分开了吗？对不对？花叶它会分开。好，继续的啊，旁边这个地方还要填，花青加点胭脂。填在这个下面。今天会开会吗？不会啊，今天不多。OK 啊，这个地方啊加一个小叶儿就可以了，加一个小叶子啊，然后我们加下面。像我最怕叶子是吧？还好吧？你看我下面这个叶子继续加，今天叶子很少啊。其实只要你把它的枝干交代清楚，叶子不会乱的。好，加点3青，只要你们把枝干给交代清楚，叶子是绝对不会乱的，你放心好了。
好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蘸一下胭脂，蘸一下胭脂啊！你看，朝这个旁边这里，你看我在这儿，笔尖点住，你看，哎，向下带出来一笔，对吧？一个小叶子啊，它下，对，它顺着它走就行。就你只要顺着它走，它就不会错啦。对吧？你只要顺着它这个方向去走，它就不会错。就是怕你，但是就是我们很害怕一堆一堆的画，成堆的画的这个作品就不好看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点一个小点点。蘸一下绿色，喜欢的话给我点点赞啊！8.6了，可以帮我点到10万吗？对，我画完一张了，可以帮我点到10万吗？谢谢。你看颜色不断的加深，加一点这个胭脂啊，颜色不断加深，加胭脂。然后你看我朝旁边这个地方啊，你看，哎，点在这儿，边点你看，边拉，看到没有？边点边拉，你看，哎。边点边拉啊！你看，把这个叶子画的干净一点。边点边拉，把这块叶子加出来。你看，像这个地方，里边只需要用这种蓝色去遮挡一下关系就行，对吧？用一点这种蓝蓝的叶子啊，给它遮挡一下关系。好，你看今天这个叶子不开会啊，少少的叶子不多。然后下面这个地方转折进来，其实今天这个叶子你数数都能数出来。今天要画2张，我现在讲的是基础款的，就简单的这一款，蘸一点我们的胭脂。你看其他的，你看有些叶子啊，要有点变化。你看笔尖点在这儿，拉下来一下，点住按，你看拉一下，就笔尖擦一提，对，往上一提啊，轻轻一提。3绿蘸点花青，蘸点胭脂，就笔尖往上一提，就尖尖的很干净。你看，点按，然后提，看见了吗？快速提啊！你看，点住往上翻，对吧？笔尖快速的往上提按，把它表达出来了。对，点提按，你看这一块的叶子就又出来了。这找不到背啊，救命！继续啊，3绿，3青，加点花青。就是这一款花头配着我们这个叶子还是比较好看的。然后别的地方你看，顺着这个下边啊，你看到这儿，点住，你看点在这儿，点好，一拉，看见没有？一拉之后回一下笔嘛，回一下笔，对不对？你看再朝这点住，再一拉，再回一下笔，谢谢。你看一下，回一下，旁边你看点住往上翻，对不对？你看你这样画出来的叶子，它的一个首先你看一些角转的方向会比较的清晰，对吧？每一个小叶子好小。几号车吗？我是只有5号车呀，姐妹，5号车的笔，对，5号车。你看这个地方毛笔稍微清洗掉一点，就是一点点3绿，
一点点花青，一点点胭脂，颜色洗掉了啊，比较淡，比较淡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，对吧？这一块的叶子锤就是比较小啊，比较小。你看我其他的一个叶子给它全部加上，就是它的叶子一定要左右啊，左右，这是三绿、三青、太青蓝，加点花青。然后你看我朝下面这个缺口，你看从这儿走，往下来一片。你看这个叶子一般都什么？朝里边翻的，对吧？它是朝里边翻的，带着尖刀出来的，还好吧？它一个角，因为它是有角度关系嘛，每一个都是有跟角度都是有一定的角度关系，有个小角度啊，小角度的关系。然后你看，再朝上面加一些小叶。阿宝，你过一下好不好？你压的爸爸它纸了。对吧？这个小叶子，你看一块一块的去给它叠上去，就是你画的不用快，慢慢的。你看，你就一笔笔到位一点就好，是不是啊？这样你的每一个笔触就会相当的非常非常的清晰啊。不然就容易乱，不然容易乱，你搞不清楚它在哪儿了已经。颜色要注意深浅，注意深浅。好，旁边这个地方你看加一些比较小的叶子啊，就是我们在自然界中的植物呀，大家去看好了，它一定就是说叶子是相互掩映的，不会说啊，你看得清清楚楚啊，这个叶子就是朝一个方向长的，有没有？你们哪怕是家里边种了一盆山茶了，对不对？它叶子也是东一个西一个，或者搭在一起的，左边右边搭在一起，它不会都只有朝一个方向走的，那一定是这样子。我觉得实际情况下一定不是那种单面的，而是多重的、多重生长的叶子，一定是这样子。就并不存在说就只有一个方向走，我觉得不太合理哦，个人理解绝对是不合理的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现在这个叶子我反过来长了，颜色浅一点点，对吧？反过来长，你看我朝这边，是的，它很黏我。你看，一擦完这个叶子的一个遮挡关系，它都有。它的颜色就是深深浅浅的都能够出得来。就那边都是浅叶子，浅色的叶子，这样才能够表现出整一个，你看它内容的一个前后关系，包括你想想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它是有遮挡的。那如果说是这个，你看像我这个一样，你看我的笔都是水的情况下，我的遮挡关系就能够出得来，对吧？它就能够出得来这些，你看，而且可以加，你看加成这个尖尖的样子，它是能加出来的。
就它是可以去加的，你们放心好了。你看多种层次往上叠加，多种层次往上叠加，它反正干完之后这个颜色在后面的。然后再把毛笔稍微清洗一下，一点点的3滤，基本都清洗完了，沾点3滤，然后你看往这边扫一扫，都是清水。加一个小卷瓣在上面，对，前后面给它叠加一下，你看这样基本上啊，我们这你看它这个关系就交代出来了，对吧？它的一个关系就出来了，然后加一个老干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再画一张啊，加一个老干。这个老干呢，我基本上都是用赭石，因为赭石画的干会比较的什么？会比较的有力量一点啊。你看蘸一点赭石。对，各位小主歇息一下，赭石，然后加点墨汁，赭石，蘸一点我们的墨汁啊，一点点墨汁，你看，因为加了赭石的，虽然它有一个颜色啊，就不存在说用墨就能有多雅致。你的用笔如果不对，用墨只会化开，用墨水只会化开，而用了赭石的这个枝干会更加的苍劲有力。我们用小手指给它这样分开一个小叉子，啊，分开个小叉，小小的叉子啊。然后你看，对，因为它会很粗壮的感觉能出得来。你看我这个枝干是这样的，我这样折到下面去，分开一个小叉叉，尖尖的小叉。对吧？一层一层往下碾，然后你看，注意到这个地方，你看笔尖点住，稍微你看细小一点啊，小小的。用咱们这什么呀？用这个边边去扫它一下。然后你看，你再看这个旁边这个枝干啊，从这个地方，笔尖点住上去，1、2、3，往上面分上去啊，分一个枝干出来。好，在这再叠一下。往上分一下，然后叠一下，继续的啊，继续的。你看，这个时候，你看这有个小小单盖，你看，从上面点住，1、2、3、4，让它接进来，看见了吗？让它衔接进来，旁边这里再点一下。好，从这一段分上去一个枝，从这个地方分一个枝上去。那好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整个作品会很单调。它如果只有一个枝干会很单调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下面再加一个，加到你看这个花头反正是能够撑住了，那么这个花头还没有地方，你看，哎，从这儿出来，你看，折进来这样子，那这一个撑到这儿去，这一个往下撑，理解了吗？能理解打个1。好，你看，注意了，你看稍微细一点啊，好，慢慢的点折进来。注意一个粗细变化，你看下来嘟到这个地方啊，预左先右的原则往上画。好，旁边这个地方，1、2、3，往上扫一下，往上扫一下，这样整一个枝干它有破笔啊。好，再加一笔破的。好，再加一个小小的啊，一个撑着搁进来啊。你看，再加一个小小的小枝干，哎，在这边行了。然后笔啊，蘸一点我们的浓墨啊，笔尖蘸一点浓墨去点胎。你看，胎点很重要，你点了胎之后，它会显得非常的什么呀？你看沧桑的质感。对吧？点一点小胎点，它就会很沧桑。
那这样基本上我们这样作弊就完成了。作弊完成之后勾一下燕麦，然后勾一下燕麦。画完这张我再画一张，好吗？对，今天时间够，所以我们就再画一张就可以了。毛笔清洗一下，蘸一下我们的胭脂。那么大家一会儿截图的时候帮我再点一会儿赞，然后我们再画一张，沾点胭脂啊，沾点胭脂。颜色比较浅就不重的，颜色比较淡这种胭脂啊。看好了一个燕麦的一个勾勒方向，燕麦的勾勒方向很重要。染个底色吗？这个底色不染，这样就可以。你看笔尖，你看点住，哎，稍微让它颜色再淡一点，有点重了啊，再淡一点点。你看旁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注意好我们叶子，你看，其实你看我们这个也是已经有燕麦了之后，勾勒起来会比较方便，因为我们在画之前其实已经把燕麦给你看预留好了，你不用去后期给它就大脑去脑补燕麦，知道吧？我有看，有看，在追呢也那个馄饨皮儿，你说的是馄饨皮儿是吧？对，这个有一些名字不可以说，但是，对，就是那什么的，但我有看，还关注了呢，挺关注的其实。就是左右两边的颜色啊是比较淡的。OK，简单的勾勒一下就好了啊，可以截个图吧。接下来我们整体把它染一下色，这是三青啊，加一点点的金墨，拿出一点清水给它倒上去。注意颜色一定要调匀，颜色一定要呈调匀状态啊。那我们一般可以拿一个小毛笔啊，一支小笔，你看，先把它慢慢的搅匀，搅拌搅拌，搅拌均匀了再去染，就是你不要它还是一块一块的，你就去染。所以，然后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小盘子啊？如果我们使用大盘子，它的水会到处跑。第一，它调不匀；第二，我们要加入很多很多水，就会很浪费。好，基本这样的就可以了。检查一下啊，比较干净。你染的时候，我们从外围向里边染啊。好，把这支笔颜色涂完了，换一支笔。
换大笔，整个笔泡进去，按照我们的顺序啊，从上往下的染。因为我们这里边加一点金墨呢，它的一个这种覆盖性会比较强。简单的往里边先晕染，晕染完了以后再去打湿啊。到花瓣周围的时候，就像我这样，丝丝的啊，处理一下就好了。就不要弄到里边去就行。因为直接画很容易脱节，而且还不好画，要不就抠得太生硬了，啊，就是那种你直接把花瓣一条一条抠出来，抠出来的很硬啊，就结果只有2个嘛，要不就是你画进去了，把它搞坏了。这字儿没事。所以说染色你掌握好了技巧，它也是非常简单的。那色一定要调好。如果你这个色啊调出来，它本来应该是这种蓝色的，但是你调的这种一抹一抹的、一缕一缕的，那呈现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好的。积一点散青，加点水，再调一下，直到你把整一张颜色全部通染完毕就行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的金墨啊加的都是够的，沾过1次之后，就你如果想画出那种金光闪闪的那种质感，就要加金墨。好，基本这样就差不多了，对吧？这样子你看，我们整体的这个颜色啊，就晕染的差不多了。然后开始用我们的下面垫一张纸或者干净的毛毡，你最好就可以垫一张纸啊。下面可以垫一张，因为你打完水可以防止毛毡里的脏东西浮上来嘛。我们可以垫一张纸在下面，一块一块的去染。就你不要的这种废纸都是没关系的。首先给它垫一张纸，垫完纸之后呢，用一个水壶把它打湿，
整一个画面全部打湿，就跟我们平时脱表那种效果是一样的。好，打湿之后啊，你简单的用这个纸巾给它稍微吸一吸，一定要吸一下，吸一下再染。如果不吸的话，它颜色会留到纸面上面跑来跑去的啊。稍微吸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好，比如说我想要染花的这一块啊，给它稍微吸收一下。好，然后我蘸一点点。你看这个时候去晕啊，它就会过渡比较自然，轻轻的向里边去过渡，而且不会断层，对吧？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断裂的痕迹，很明显的不会，它会你看慢慢的从外面把颜色过渡。所以我们染色啊也是讲究技巧的，对吧？给它擦进它的一个，你看色彩融合的、衔接的都会比较好，就是不会出现那种特别明显的啊断裂的这种痕迹都不会。出现的你看效果就会比较自然。所以咱们在整体的染底色的时候，你打过水之后，它会好染很多，你就不用抠来抠去、抠来抠去的啊。除非你有一些底色特别重，比如你要染黑色的话，那没办法，那没有办法，它只能抠啊，对不对？你黑色打完水，估计这个花也就坏了。它要是染来染去的话，就黑色，如果你要去喷水的话，它会容易染坏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般啊不太建议，就是就是说去染那种特别黑的、特别死的那个颜色，特别重的那一类，那样子染的话，一方面它会比较好，比较不好染啊；另外一方面它容易破坏，就是本来画好的东西容易被破坏掉。然后就是不太自然，对吧？你看这样整一个画面，它的一个衔接性也比较好，衔接性比较好。所有都是一样，你看，你只要大胆的，你看向里边扫就行，慢慢悠悠的向里边扫进来，就非常的 OK。而且它有一个这种，你看颜色可以洗掉，慢慢的向里边啊过渡。好，上面那一部分染的差不多了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可以把下面的再染起来，就是继续打湿，继续染，把它全部整体的染上去。然后简单的用纸巾给它拍打拍打，用点蓝色的啊，向里边去晕染。因为我们的水它是流动性的，所以说，哪怕是我们这个颜料，你看，它自己也会往里边流进去。就只要是我们往上面打过清水，打过一遍之后，就有色彩它有点断，你需要补一下就行。
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种，你看染完之后，你可以用纸巾去擦。大篇幅的，你看过来。而且当我们的颜料遇到了水以后呢，你看它就会变轻一点，就没那么重了，它就整一个色看上去。所以整一个染色过程啊，它就没有那么的麻烦，就简化了很多很多的流程。然后整一个色彩就更加的服帖，就色调看得比较舒服。然后整体修一遍就可以了。拿出一张这种稍大一点的纸，把它吸收一下。这种废纸，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废纸可以使用，所以呢，你看，把它拿过来，往下拉，整一张纸盖在上面，擦一下。这样呢，我们整张作品就完成了。